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的白测评。这一期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 Apple Vision Pro 的首发开箱。现在北京时间应该是夜里的2点钟啊，大家都在睡觉。然后旧金山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钟。因为它的总部店就在附近，所以大部分人都去那边排队了啊。我们专门选了一个商场里面的店来去提货，看一个人排队的都没有。但是店铺里面已经开始在播放 Vision Pro 的一些宣传视频了。我们一共订了3台，一起去提货。不是一个人都没有，是我们门走错了，人家正门在这边。只是它真机的体积比在视频上看着要小一些，它没有那么大。这个里面就是它的演示区，就是你提完了货之后，然后它可以在这教你一下大概的使用和设置，你也可以顺带验证一下自己的这个尺寸合不合适，然后14天之内可以随时来换。它现场是每个人30分钟，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拿了货一会儿就走了。Yes。OK。我是33码，给大家一个参考。Thank you。OK， 现在我们已经全部取货完毕了，然后我们花了200多刀，还买了一个它的这个旅行袋。我们第一期视频回去给大家做一个开箱，马上走。OK， 现在我们已经全部都拿回来了啊，有3个不同的尺寸，然后还有一个它的这个旅行包，那咱们就马上开箱。OK。这个盒子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大一些，它是比较厚的啊。就是如果你用旅行箱装的话，我估计一个登机箱，你把这个放进去，你的衣服就放不了多少了。然后它正面呢是一个剪影啊，就是很多苹果的设备都是这样的。然后还是一个纸质的封签。哎呦！啊，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如果你不用的时候，把这个放在自己的这个桌子上，然后就这样卡在这儿，当一个装饰品也挺好看的啊。然后它前面是有一个保护罩的，然后这个保护罩的这个材质也是这种织布的，然后和后边的这个头带是一样的材质，包括它上边的这个松紧的这个位置啊，往外，就可以了。看一下它有没有膜啊，好像是没有膜的。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不同的尺寸，然后你要调，它前面是它的眼罩。拿下来，这2个还是可以再分开，它也是磁吸的一个形式。目前呢，大家应该购买的话都是代购，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量准了，因为我问了一下，就是如果不准的话，它可能会存在漏光的情况。然后这个是21W 啊，这是一个小号的一个尺寸啊，这个可能比我自己那个要偏小一些啊，这个就可能稍微紧那么一点。然后你第一次看到这个 Vision Pro 的时候的第一感觉就是比你想象中的要小一些，因为很多人以为是那种比较大号的这个滑雪镜啊，其实要稍微小一点啊。里边这个部分它其实也是这种织布的这个材质啊，中间的这个算是一个垫子吧啊，这个部分啊，它材质全部都是一样的。其实如果你对苹果的产品比较了解的话，它整个的这个 ID 的设计元素是和它之前的很多产品都非常相似的，比如说这个织布的材质，我摸着就和 AirPods Max 那个耳垫的材质是差不多的。这个就是大号的手表的这个表冠，整个铝合金的这个部分有点像手表的那个侧面，然后这里还有一颗按键，就是手表上的按键，下方有它的这个摄像头。配置方面官网上都有啊，我们就不再一一念了。然后顶部呢是它的这个散热孔啊，这散热孔还是非常大的啊。Vision Pro 拆出来的第一感觉就是2字儿，精致啊。然后这个黄色的部分是它的抽带。可以打开啊，这边也可以打开。它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双环的一个袋子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吧？你不用的时候可以这样放着，就当一个置物架用也可以，防止磨到前面的这个玻璃啊。这个玻璃是一整个这个弧面，看起来确实很精致。这个我还以为是说明书啊，这个就是那个异常贵的一个擦镜布啊 ，Apple Vision Pro。这个其实相比于之前的。就是 Mac 上面的那个好像要更加的轻薄一些，更像眼镜布啊。OK， 这个是它的一个替换的垫子。这个是 W Plus。就这样啊，替换了。这边就是它的各种说明书了。哇，这个说明书。好精致啊！里边有很多图片。这个是它的双环带。哇，这个包装方面确实非常精致啊。这个就是它的电池包了。
哇，这个电池包还是有点重量的啊，我看好像是300多克。然后今年包括15之后，它这个线材全部都采用的是编织线，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编织线，然后它还有一根 C to C 的一个线啊，这个线其实是让你这叫什么再次连接用的。默认的充电器是一个30瓦的单 C 口。这个电源接口是一个全新的，它是需要旋转的，上面有一个指示灯。首先你要对着这个空心的小圆点扣进去，然后往这个实心的一旋，对齐之后，它就会亮起这个小灯，就 OK 了。好，这上面是一个绿灯。然后如果这个电你用完了怎么办呢？啊，你得这样插上，然后把这个头再插上，然后这个插上你的电源才行啊。它目前呢是没有一个直插电源的，我不知道后面它会不会出这种类似的配件啊，只能拿这个电池给桥接一下算是。它旋下来的话就是往这边啊，往这边一转，然后它就掉了，这还是比较方便的。这头带原理就非常简单啊，它里边是一个抽绳，然后你旋转它，它就会锁紧和松开啊。戴上之后，然后我们把它抽开，这个是一个 S 的啊，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会小一些，但其实我看了一下，它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啊，可以看一下它有这么长的行程，所以这个头带应该适用范围是比较大的。摁上去，然后这边也这样摁上来，然后就 OK 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围大小来去进行调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尺寸上的不同啊，这差别还是挺明显的。然后后来发现这个盒子里面，它最外层这个深灰色的这个垫子有一个 Plus， 其实就是稍微厚一点，一个薄一点，一个厚一点。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脸型或者说温度的情况来进行调整的啊。它是有2个这个深灰色，就一个薄一个厚。然后这边的这个是33的，其实就是我的这个尺寸。然后这边这个其实就是偏女生一些，就是21的啊。它其实这个垫子的厚度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可以看一下，很情侣啊，一男一女。为了不让大家的视频反光，原谅我戴一下帽子啊。我现在戴的是它默认的啊，这个可以松紧的这个带子，然后它是可以到达我后脑的这个位置，大概有这么宽的这个宽度。我刚才试了一下，就是有些小伙伴说我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罩，然后强行的戴眼镜使用是不行的。刚才强行试了一下啊，就非常难受，而且距离里面这个屏幕会非常非常近啊，是不行的啊。我现在中间这个罩呢，刚才第一个拆的是一个偏小一点的，然后下方呢其实会有一些漏光。再次告诉大家，自己的尺寸一定要测准了啊，要不然的话确实会有漏光的情况。然后不开机的情况下呢，你戴上之后第一感受就是它的重量啊，600到650克。确实还挺重的啊！我当时6月份初次体验的时候，我还以为会在500克左右，后来看到这个数字之后，确实比较大。OK， 现在我就换上了它的这个双环的带子。其实这个双环的带子明显要比它默认的这个编织的要更加的紧实一些，因为它有2个维度你可以调节。强烈建议大家默认可以使用这个双环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量分布比这个要好一些，因为默认这个后面是比较轻的，所有的重量基本上都在前面，而这个双环带呢，就是头顶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作用。但是你懂的，它会破坏你的发型。当然，如果你像我一样没什么头发这平时戴帽子不在乎自己的发型，那么双环带是你在家使用的不二之选。OK， 咱们来看看这个217刀啊含税的这个旅行包是怎么个事儿。其实它这个体积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点。之前我看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它会比较大啊。然后它外部呢是一个类似于棉服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还是比较柔软的啊。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硬壳。一开始在店里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纸在里边撑着啊，其实不是。电池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线就可以随便塞在里面。它底部有一个带子可以拉起来，然后可以调节它这个卡位的前后，我们可以往后调一调，放。然后这个时候，把它放在里面就 OK 了。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丢在里面啊。这个比如说你可以放一些，我也不知道放什么，这可能是那个镜片啊，或者说一些额外的配件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丢在这儿，然后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还是有一些重量的，因为它内部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硬壳啊，因为它保证就是有东西冲击它的时候啊，不会伤到里面的 Vision Pro， 非常坚硬的一个硬壳啊，所以它还是有重量的。你需要把这个东西装到你的更大的一个包里边才能带出去。OK， 刚才我的这2个镜片到了啊，我还以为它是一个里面放了2个镜片，结果它到了2个盒子。我们拆开看一下，
包装方面就是蔡司，然后苹果。难道买一送一？应该不是吧？咦？怎么到了2个？我们分明是订了1个。难道这个新机还有活动吗？咦？我们就是订了1套啊，2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送了2个给我们，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提了3台，给我们一个小惊喜吗？啊，不管了，我们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这样，右边磁吸就可以了，啊，这样左边，哎，磁吸就可以了，这样带上去，哎，完成。本期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开箱，如果你要是代购啊，或者说自己来买的话啊，大概就是这么多东西。至于它这个旅行的保护壳，我就不太建议了啊，我就是买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确实太贵了。在加州的话，它这个税比较重啊，217美元，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啊，1500-1600人民币这个样子啊。但是我感觉第三方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搞一个跟它差不多的。OK， 刚才忘说了啊，就是它2侧啊，它有一个强指向性的扬声器。这个部分呢，它外表啊，它包了一层类肤的材质，也就是说啊，接触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时候啊，这个质感还是不错的。然后它这里边这块是金属的，扬声器在这个斜下方正好冲着你的耳朵。然后就是它默认的这个保护罩，我强烈建议你把它保存好了，这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要出去的时候，哎，这么一扣啊，特别方便。OK， 本期就是一个简单开箱，我们现在马上全部都设置一下。这次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个美区 Apple 的神秘小伙伴啊，这个他已经使用Vision Pro 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了。我前2天呢也和他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交流，下期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Vision Pro 的使用体验，而且是长期的一个使用体验。下个深测跟大家好好聊。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产生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我们的 B 站频道呢正在抽送新年礼物啊，这个总价应该是超过了37000块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查看一下动态即可。不过那点小白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